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李小牧。很多人可能听说过我，是因为我在2002年写了一本名叫《歌舞伎町安奈人》的所谓的畅销书。这本书讲述的是我来到日本后一段不同于其他人的打拼经历。第一点就是在新宿的歌舞伎町，亚洲最大的红灯区。还有一些人知道我呢，可能是因为我在歌舞伎町开了一家湖南菜馆，不只是因为在这里可以吃到正宗的湘菜，还因为它就像是一个沙龙，接待过许多在日本的或者是来日本游玩的各路名人。你好，李总好，李总好，李总好，幸会幸会。也可能还有一些人认识我呢，是从影视节目里面。首先，我要请出第一位嘉宾，就是我国，不是我国，加上日本国伟大的导游李小牧先生。比如在知名的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啊、圆桌派呀，看到我和窦文涛先生在节目里吹牛聊天、看大山。又比如是在成龙的电影《新宿事件》里，在某个角色上找到过李小牧的原型。最近呢，可能一些人关注我，是因为从2015年起，我正式开始涉足政界，2次参选东京都新宿区的议员，虽然我都遗憾地惜败了，但我从歌舞伎町安奈人到政治家的转型还远远没有结束。以上的这些身份安奈人也好，作家也好，餐厅老板也好，政客也好，全部都是真实的我。但是呢，从今天起我李小牧准备开启另一个新的身份。是的，没错，就是 YouTuber。我创立了自己的频道，点开视频的朋友可能早已经知道我的名字，频道的名字就叫李小牧看日本，歌舞伎町安奈人。是的，我想用视频的方式跟大家聊一聊我眼里的日本，我眼里的新宿，我眼里的歌舞伎町，还有我眼里的黑白两道日本的政界，这些全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故事呢，要从34年前说起。1988年的2月26号，我从中国来到日本，来到了传说中位于东京都新宿区的歌舞伎町。当时日本正值泡沫经济的全盛时期，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才刚刚10年，那时候两国之间的经济落差是相当大的，是最近几年到日本来爆买的中国游客完全无法想象的。那年27岁的我，不过是一介无名的自费留学生，在各种花销的压力下，我很难无忧无虑地专注学习，又完全无暇享受东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和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为了赚取学费和生活费，我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涯。今天的留学生们提起打工可能脑海里第一印象是便利店、料理店，但那个时候我做过的远远不止这些。我做过情人酒店的清洁工，当过街边的纸巾派送员。因为自小有一定舞蹈功底，我还去过舞厅当过伴舞。就这样，我一边做着各种零工，一直兼职去语言学校，还在上课。不得不说，发放广告纸巾的经历，为我的日本人生开启了另一扇门。因为这份工作，我开始有机会为外国游客带路，介绍他们去一些比较好玩的风俗店，店里也因此给我一定的回扣。久而久之我便一步步走向了歌舞伎町安奈人
的这条职业之路。我的这份工作是陪同外国游客游玩这条号称东洋第一街的歌舞伎町。他们问我，你有什么理想？我说我没有理想，我只有野心。在这灯火通明的不夜城，我的生活被热闹和喧嚣包裹。前一秒钟，我还被穿着一身黑制服的拉客者追赶追打，下一秒就要开始与各路帮派争夺地盘。后来，我将自己作为安泰人以来在歌舞伎町的经历和见闻出版成书，由此便多了一个作家的身份。迄今为止，我已经写了21本书，还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的日文版有了自己15年的专栏。再后来呢，我有了一些资本呢，开始经营自己的餐厅，主推我家乡菜，湘菜，但也是湖南菜。除此之外，我偶尔还参与一些电影的演出与制作。我曾经作为顾问，为成龙主演的以歌舞伎町为舞台，描写黑帮斗争的日港合作电影《刑诉事件》提供了协助。相信后来很多观众也发现了那个角色的身上有不少李小牧的原型。2015年，我正式加入了日本国籍，名字也从李小牧变成了李阔马基。过去的30年，在日本有过非常艰难的时候，即便经历重重困难，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舍弃中国国籍。这次下狠心做出这个决定，因为我有一个特殊的理由。2015年3月8号，我记得那天是一个星期天，早上的8点，我站在世界最大的车站新宿车站的东口，手里拿着麦克风。当我的声音第一次从脚边的高音喇叭传向匆匆赶路的上班族们时，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起点。是的，没错啊，随着国籍的改变，我的生活迎来了一个新的转变。我要参加东京都新宿区区议员的竞选。我喜欢站在街上，能够大声的、不卑不亢的表达自己的主张。我很享受这一个过程。渐渐的，我甚至认为政治家才是我的天职。回想起来，我的事业观的核心就是什么呢？让他人开心的服务精神。现在我将从前的广告纸巾替换成政策宣传单，想方设法的在选举战中最大化自己的这种服务精神。街头一直是我的重要舞台，只是这一次我扮演了新的角色。在当时的选举战中，我主要强调了自己的3大政策。第一个是以2020年东京奥运会为目标，把新宿打造成为让外国游客也能体会到服务至上的地区。第二个呢，是提高牛郎织女们的社会地位。是的，我总是用牛郎织女这个可爱的称呼来指代在歌舞伎町的工作的这些年轻人们。最后一个是增进区内日本居民与外国居民的相互理解和磨合。在竞选的过程中，我发现近年来日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但不去外国留学看世界，反而在成为载人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总体说来，他们不关心政治，甚至对政治的热情日渐冷淡。我听说学校里几乎不再教授本来就不常出现在入学考试中的时事政治这门课程了。早几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新的宪法，规定满了18岁的年轻人就有投票权。18周岁通常是高3学生的年龄，大家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学习政治的机会。
当然也就无从关心。大部分学生只关注恋爱和潮流最前线，所以只有极少数的年轻人才会在星期天特意抽时间去投票站投这一票。在选举中，我站在新宿的街头和路人讲了这样一段话：今の日本の投票率非常に低いんです。若者の政治関心なかったら国の未来がないんですよ。ぜひ投票場に足運んでください。私一個巻きに入れなくても構わないですから。大家可以不要给我投票，大家把票投给你想投的谁。总之一定要去投票。年轻人啊，你们要是不去投票，日本的政治将永远止步不前，而且是永远是老年人政治。其实自从获得日本国籍后啊，我最难忘的便是收到选举管理委员会给我寄来的投票点入场券的那一刻。无论选举或被选举权，我一直既熟悉又陌生。它似乎一直离我很远，当它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我才体会到这种权利的来之不易。能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我来自社会主义的基本没有选举的国家。恕我直言，日本人已经忘记了感恩被赋予与生俱来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当然，像北朝鲜那样的投票率99%也让人心里发怵，但以此为借口不参加投票，连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区议会议员选举的投票率也低于40%的话，长此以往绝不是件好事。听说我要去从政啊，但凡来为我加油的政治家或者竞选专家都会这么讲：中国人因为没有选举权，即便有所行动也是毫无意义的。甚至还有人说啊，特别是区域选这种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的选举中，结果如何与中国的政治和其他选民是毫无关系的。对此我不敢苟同。首先，这是真经作为中国人的我才能提出的重要主张。其次，我认为对于日本来讲，向中国人传达民族主义的优越性，实际上这并不是浪费时间、浪费资源的事情。实际上，我在微博及微信上公开自己拿下日本国籍，决定参加新宿区议员选举这一事后，收到的都是“好羡慕啊，我们也想要投票权啊”等这样的评论。在中国，站在街头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甚至发表批判政权的言论，这简直是比登天还难。如果真有人采取上述行动，虽然现在真的已经有人是这么做了啊，但结果我们都是很清楚的。警察当然立刻会出现在你眼前，把你带到某个地方去喝茶、去询问，甚至被关几天。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中国人迫切希望实现民族主义。其实面对这样的人民群众，介绍民族主义的可贵之处，对日本来讲做的并不是无用功。如果有一天啊，中国成为民主国家，能够和日本有着同样的价值观，那么相互间的猜忌会少很多。猜忌少了，那么造成军事冲突的风险也会降低的。我获得日本国籍后，立即从政参选，在同时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双重权利后，再通过参加选举，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恭维与奚落，信赖与背叛，对手的友情和同伴的冲突，甚至是由于原中国人的身份所受到的歧视。尽管如此，
回归原点，站在街头，与选民们面对面的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便是我最大的收获。而且我这个原中国人看到了日本选举和政治的世界，还有很多土生土长的日本人缺少不到的有意思的地方。我是个不挑战新政事物就会觉得生活索然无味的人。虽然年过已经半百了，但参加竞选就像给我的身上打了一针鸡血一样。虽然前2次的竞选我都遗憾的惜败了，但我认为我站出来就已经赢了。我当然知道通往议会之路举步维艰。当我在进行街头演说时，我还经常遭到没有礼貌的日本人说：“讨厌的中国人，滚回你的中国去吧。”在网络上也有一些极右翼分子在持续的攻击我，但我已经决定把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幸好啊，有一个比较乐观的背景，加入日籍的外国人当选地方议员的例子，这些年来还真有一些的。比如东京都木田区的伊勒维罗米，他来自玻利维亚，于2011年第1次当选，现在正在支持我的政治活动。茨城县竹波市的琼西斯，他来自加拿大，在2008年当选。爱知县的川山市的安东尼·比安奇来自美国，在2003年第1次当选，他连续当了3次，现在担任市议会的议长职务。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华裔如今已经直逼100万。推进接纳移民法案已于2018年底在日本的国会得以通过。日本国内的中国人也在寻求新的机会，以不同以往的面貌立足于日本社会。尽管还面临着堆积如山的课题，我希望我能做那个最先踏出第一步的人。我也很想成为第1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日本议员。过去没有过的事物，对于我来说是最充满挑战欲的。从中国到日本，从歌舞伎町到政治舞台，从李小牧到利夸马基的这个男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下期节目从我踏上日本这片土地的那一天开始，让利夸马基向您讲述李小牧的故事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订阅、点赞和评论。我是李小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